男友被亿万富翁找回了。我开玩笑的问他，我是不是可以当总裁夫人了？他顿了顿，说他家只是一般家庭。男友认亲后的第7天才回到我们同居的小租房，他依旧是一身朴素的旧衣，表情平淡，头发习惯性的散乱着，看不出一丝暴富的喜悦来。网上都说男友的父亲是亿万富翁，住别墅开豪车，还有好几家公司。他一家人寻亲20年，终于找回男友，要将一切财富都给男友。男友现在是火爆全网的幸运儿，我为他感到高兴，同时开玩笑的问他，陆枫，你是不是回来接我去当总裁夫人的？这是他曾经给我画的大饼。我们都是孤儿，从小无父无母，步步艰辛。后来我们相遇于大城市的街边小摊，他996下班找我买了一杯柠檬茶，于是相知相依5年，也在破旧的小租房蜗居了5年，日子艰难而温馨。他曾说，如果他找到了亲生父母，而他亲生父母正好是有钱人，那他绝对会让我当总裁夫人，出行都是保镖开道，吃喝都是高档餐厅，什么爱马仕保时捷随便我挑。我听得直乐，也跟他承诺，如果我的亲生父母是有钱人，我让你当霸道总裁，飞机油城全给你买。我俩就这么乐呵呵地幻想着，在寒夜的被窝里咯咯笑。现在他真的被有钱人父母找回了，所以我是开心的，我要当总裁夫人了。其实我家也就一般家庭，别信网上那些瞎报道，都是骗流量的。陆枫的回应将我的思绪拉回，我怔了怔，他视线移到一旁，波澜不惊道，家里的公司全都入不敷出，还欠了银行几个亿。我的富二代梦想破灭了。是吗？我沉默地看着他，他不着痕迹地瞥了我一眼，起身往卧室走去。我明天还得回去一趟，先收拾一点衣服。那还回来吗？他顿了顿，背对着我叹气，看情况吧，我想多陪陪父母，毕竟才重逢。他的言外之意是不回来了吗？那我呢？5年的感情莫名其妙就结束了。我张张嘴，终究没有问出口。入夜过后，我们相顾无言，但都躺在了床上。因为只有一张床，所以必须躺在一起。以往我会嘎嘎坏笑着将冰凉的脚往他肚子伸，他会一边倒吸凉气，一边将我的脚捂热。现在似有一层厚障壁隔在我们中间，明明相距不过几厘米，却遥望银河。或许是觉得尴尬吧，陆枫主动开口，许昭，我会把我们的银行卡留下，你好好保管。我们的银行卡里面存了5年的钱，一共238650元。这笔钱我们原打算过年去他老家县城首付一套房子，结束我们的漂泊蜗居之旅。不知为何，鼻子突然酸涩的厉害，眼眶渐渐泛红。我没答话，陆枫继续道，好像有20多万，明天我拿走10万，剩下都归你了。你家这么困难吗？还要拿走10万？是啊，所以我不想拖累你。这一瞬间，我明白他在说分手，我的眼泪还是下来了，但马上又止住。我强迫自己朝他笑。其实你就是想分手吧？我觉得你家不可能那么困难。他一顿将我抱进了怀里。你被媒体骗了，不要相信网上看到的，我绝对不会骗你的。是吗？陆枫好像确实从来不骗我，他很爱我，他每天除了上班和兼职送外卖，都陪在我身边。有时候我卖柠檬茶卖到半夜，他会拿着一个小蛋糕跑来找我。小昭昭，吃蛋糕吗？吃了就是我的人了。他这般灿烂的笑，我最喜欢看他笑。我一边收摊一边摇头，不吃，我才不做你的人。可一说完，自己也忍不住笑。曾经我们多么恩爱啊！我擦着眼泪，不愿再多言。睡觉吧。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，往往不愿意深究可能会伤到自己的真相。乖，晚安。陆枫摸摸我的头发，亲昵而温柔。我迷迷糊糊睡不着，半晌后却感觉陆枫翻过身去了。黑暗中亮起了一道光，陆枫打开了手机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假装睡着了。陆枫轻轻推了推我，确认我是否睡着了。我一动不动，他便背对着我点开了微信。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，看见了密密麻麻的聊天记录。他跟一个备注名为贪吃猫的人聊天，聊了不知道多少句了。在他认亲的7天里，恐怕早就聊了几千句吧。最后一句是他发的，我现在身家过亿了，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我如遭雷击，几乎止不住的颤抖。真相果然是一把快刀，他将我的心彻底粉碎。男友就是在骗我，他身家过亿了，他是总裁了，他可以让我当总裁夫人的。但是他在问另外一个女生愿不愿意当他的总裁夫人，女生没有答复，一直没有答复。所以陆枫盯着聊天框斟酌着，他太投入了，以至于忽略了我的存在，连我身体的颤抖都没发现。最终陆枫再次发信息，你在顾虑许昭吗？我跟他已经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了，明天过后我跟他永远不会见面了。对面秒回，真的，你现在是全网红人，要抛弃许昭，我这第三者岂不是会被骂死？我们开心幸福就好，何必理会那些言论？况且许昭蠢得要死，我骗他和平分手，他只会哭着回老家，翻不起什么风浪的。我的牙关也开始颤抖，伤心化作了愤怒。我蠢得要死，所以你这样玩弄我吗？好吧，其实我也一直喜欢你，大学那会儿就想答应你了，但我家里人要求男方要在本地有房，我很为难。没关系，
我爸帮我买了一栋别墅，我们搬进去住。陆枫一向平静的脸上有了掩饰不住的兴奋，那是专属于男人金榜题名、洞房花烛的畅快和愉悦。我知道对面那个女生是谁了，是陆枫大学时代的白月光，也是本地的土著，家境相当不错，完全碾压了我这个小县城来的孤儿。陆枫曾经跟我提起过，这位白月光名叫赵静。提起他的时候，陆枫很冷淡，似乎彻底放下了。可谁能想到，他还保留着赵静的联系方式，发达后第一个联系的也是赵静。果然，男人都是忘不掉白月光的。我开始擦眼泪，一滴都不愿意流了。这般动作终于惊动了陆枫，他惊慌扭头，像见到鬼了一样看我。我坐起来，打开灯，用纸巾擦鼻涕。陆枫僵在当场，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片刻后才问：徐昭，你都看见了？我自嘲地点了点头。看见了。陆枫脸色又是一阵变幻，似尴尬似恼怒，接着起身：是我对不起你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也不说什么了。他真是很典型的男人，将心虚化作了恼羞成怒，又将恼羞成怒化作了无所谓。我盯着他，像盯着一个恶心的垃圾。我从未用这种眼神看过他。不解释一下吗？他的无所谓便又化作了恼羞成怒，冷脸呵斥我：解释什么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我好不容易来到了山巅，你要我回臭水沟吗？我不要你回臭水沟，但你可以带我去山巅。5年的相知相依，我不配看一眼山巅吗？我爸妈说了，不要一个普普通通的孤儿当儿媳妇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爸妈明明说，只要是你喜欢的，谁都可以。这是网上的采访。陆枫更加恼羞成怒，一脚踢在衣柜上。够了！你不就是想攀金枝，想要钱吗？拜金！我说不出话来了。原来我是拜金女啊！如果我拜金，我早该离开他了。我甚至可以坐上追求者的宝马，将他丢在小电车上。我也可以答应房东的撮合，嫁给他有3间商铺的侄子。可是我都没有理会，我甚至没告诉过陆枫，怕他生气。陆枫占据了上风，再无心虚。说不出话来了，被我拆穿心思了。到底是谁的心思被拆穿了？你自己明白。闭嘴！我本想给你一个体面的结尾，你非要闹。既然闹，那就滚吧！别忘了这房子是我租的。我直接走出了租房，房门砰的一声关上，巨大的噪音让人耳膜刺痛。这一声也彻底撕碎了我跟陆枫5年的感情，真可笑！这一坨陪了我5年的屎，我竟今天才嗅出臭味来，而且一臭到底，臭得让我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了。四周黑漆漆的，不梯楼的声控灯早就坏了。隔壁还有3户人家，都已安歇，其中2户有孩子，平日里会喊我姐姐。我在黑暗中站着，吸了吸鼻子，眼角的湿润被我拭去。我没有大吼大叫，怕惊扰了孩子。我心想，我是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！因为善良，所以愚蠢。转过身，我一步步往楼下走去。走到门口，外面的寒风从铁门的缝隙间灌了进来，吹得人脸生疼。我推开门走出去，走2步又回头，不是太冷了，而是忘了东西。在楼梯底的杂物区，有我的柠檬茶摊，由一辆小推车和10几个瓶瓶罐罐组成。这是我的宝贝，我推着它们重新走入了风中。我习惯性地往东江边走去，那里有夜市，是我经常去的地方。夏天的时候，我可以在那里待到天亮才收摊。到了东江夜市，我后知后觉，这大冷天的，我来这里做什么呢？在原地杵了一会儿，一辆大货车突然停在旁边，司机探出头来：老妹儿，有热的饮料吗？没有。他失望地缩回头要走，但马上又探出头来朝我招手。老妹儿，过来过来。我茫然地过去，他盯着我看，然后掏出一张寻人启事瞅了半晌。老妹儿，你右眼角这痣是不是从小就有？我点头。你老家哪里的？茂县。司机一激灵，几乎是跳下来的。我操！他凑近看我，将那张寻人启事递给我。老妹儿，你看，这个老板寻女儿，就是茂县走失的，右眼角有痣。我有点迷茫，也没有心思看寻人启事。你看了最近那个陆枫的事吗？他一火，很多大老板都寻亲了。这个大老板身家不知道多少百亿，据说是我们杭城首富呢。他到处张贴告示，凡提供线索者奖励10万，帮忙寻到女儿者奖励100万。他说的话太多太密集了，而且口音比较重，我愣是没听清楚。不知道，我要走了。我有目的地了，推着小车朝着夜市的东边走去，那里有棚子，可以帮我遮风挡雨。司机追我，但一回头尖叫一声。我操！忘拉手刹！他的大货车在缓慢的溜车，他吓得赶紧冲过去爬进了驾驶室。我则推着小车，哈着热气走向东边，那里的光总归是温暖些的。我在公用的棚子里迷迷糊糊睡了一晚。附近来了一些早起的摊贩，大多是卖早餐的，包子的香味在勾引人的鼻翼。一个阿婶发现我缩在棚子里的椅子上，吓了一跳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大冷天儿躺这里干什么？我说没事，歇一会儿。阿婶摇摇头，给了我2个包子。我狼吞虎咽起来，终于感觉身体暖了一些。这一丝温暖让我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。这么冷的天，我在街头露宿，万一气温骤降或者下雪，对我的身体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！冻死都有可能，万一真冻死了，那我就蠢到家了。为了一个渣男，把自己冻死了。我哈了口气，打起了精神。
阿婶，我帮你卖包子吧。我这种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女孩是必须坚强的。一坨5年的屎，既然嗅出臭来了，那就丢掉吧。早上人流量大，阿婶卖包子忙得很，有人帮忙是最好的。我帮阿婶卖到了10点，暖洋洋的太阳照在我泛红的脸上，有一种新生的朝气。阿婶给了我50块报酬，说她小本生意，让我别嫌少。我自然不会嫌弃，推着我的小车去进了点货，盘算着今晚收摊后一定要住个有暖气的旅馆。我身上还有几百块钱的，想到钱，我又恨自己蠢。我跟陆峰的共同存款有20多万，我昨晚只顾着伤心愤怒，愣是忘了这茬，必须找他要回来，里面至少有一半是我的。我推着小车回租房去，结果人去楼空，连门锁都换了。我怒气冲冲开门，愣是无人回应。陆峰不会拿着我的钱跑了吧？真恶心！过往5年的感情成了恶臭的淤泥，让我回想一下都反胃。一转身，一个衣着时尚、化着淡妆的精致女人正在楼梯台阶上昂头看我。她挎着一个 LV 包包，厚厚的大衣都透出明亮的鲜艳来。反观我，朴素的像村里的老黄牛。你是许昭？女人面带微笑，看起来很客气。我点了点头，她便径直上前来，从包包里取出了一张银行卡。我一眼认出这是我的银行卡。那么这个女人无疑就是赵静了。我从没见过她，现在一见，感叹她不愧是大城市的土著，真精致。许昭小姐，陆峰把事情都跟我说了，他太冲动了，竟然把你赶出租房。赵静并不自我介绍，她眼中的讥笑一闪而逝，随后自顾自地继续说，我骂了他，同时将这张卡带回来还给你，里面的钱他分文未取。赵静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，陆峰这5年的存款就当是给你的补偿了，你收好吧，回老家好好生活，不要在这里受苦受累了。他很轻巧直白地安排着一切，我感受到他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优越。他明明站在楼梯低处，却仿佛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一般，用近乎怜悯的口吻热心地安排着我的去处。我这个小县城来的孤儿入不得他的眼，我反而应该感激他，毕竟他带回了卡，给了我救命钱。我觉得很可笑，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？我盯着赵静，他莞尔，不必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帮你查过了，你老家茂县的房价6000多一平，你可以拿着存款首付一套房了，也不枉这5年的青春。我不说话了，我就是打量他。他疑惑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很少见你这样的人。我这样的人，对，明明是第三者，却能高高在上的站在受害者面前谈笑风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真诚地询问他，他终于笑不出来了。他似乎意识到我并不是什么软柿子，我不是什么会崩溃大哭黯然回老家的小丫头。看来我们的柠檬妹胃口有点大，这样吧，我加10万，你今天就离开杭城，怎么样？赵静第一次认真打量我，你就是给我1000万，我愿意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。我讥笑，你其实很怕我对不对？我怕我揭穿陆峰的真面目，怕我影响了你的名声。赵静脸色变了，目光阴晴不定，他被我说中了。陆峰现在是全网红人，多少双眼睛盯着他，要是被人知道他抛弃穷女友，找了个富女友，别说他了，就是富女友都得掉一层皮。赵静这种富家子女显然不愿意掉一层皮。陆峰还真是一点都不了解你，你并不是个蠢货。赵静再次开口，夸我呢。谢谢，我当然不是蠢货，只是以前太爱陆峰，以致盲目罢了。不用谢，我该谢谢你，你帮我省了10万。赵静恢复了平静，露出了玩味的笑。许昭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硬气？你觉得自己能拿捏我？不等我回答，他自顾笑了起来，说实在的，你归根到底还是个蠢货。你这种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底层女性，也就只能打嘴仗过瘾了。你想表达什么？我想表达的是，我没有耐心劝你了，我不愿意好声好气了，我只给你一个最后期限，天黑之前你必须离开杭城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他伸了个懒腰。对了，自从高中毕业后，我好多年没有霸凌别人了，这种感觉还蛮怀念的。他不是黑社会，也不是流氓太妹，他只是发自内心的傲慢、优越，以及延伸他那颗霸凌的种子。赵静下达了最后通牒，挎着包包优雅地走了。门外一辆奔驰 S 等着他，他上车扬长而去。我没有理会，跑去银行查看了卡里的余额，238650元。我松了口气，钱果然都在，这是我5年的心血啊，是我活下去的依仗。我又推着小车回到了东江边，占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后，我去附近饭馆饱餐了一顿，然后坐在江边等待夜晚。人流量大起来的时候，夜幕降临，可以卖柠檬茶了。天气依旧冷得可怕，因此摊档要少许多，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出来顶着寒风摆摊了。我竞争压力不大，反而能多卖几杯柠檬茶，热茶还是很好卖的，一直卖到了凌晨1点半，所有货卖得一干二净。我喜不自禁，数了钱收摊，准备去旅馆里洗热水澡了。一抬头，忽地来了5个骑着机车的男人，他们嚷嚷着买柠檬茶，让我快坐。我说没有了，他们勃然大怒，你他妈耍我们吗？你卖柠檬茶的，没有柠檬茶。我吓了一跳，突然想起赵静的最后通牒，不等多想，一个男人一脚踹我车上，晦气玩意儿，没有货还出来摆摊。我的车本就小巧，车上还没货了，被男人一脚踹中，直接踹翻了。我猝不及防被车子砸到了膝盖，痛得我一屁股坐倒在地。不远处的摊主们见状惊疑不定，到底有没有柠檬茶？哥们渴死了。另一个男人逼近，头盔下的眼睛幽深锐利，救命！我大喊起来。男人震怒，一巴掌抽我脸上，老子买东西，你叫什么叫？贱货找死！
这贱货瞧不起我们，不给我们做柠檬茶。戴着手套的男人取出了一根棒球棍，一棒砸在我的罐子上，10几个瓶瓶罐罐碎了一地。瞧不起我们就别出来卖东西，下次再让我们看见，弄死你！我浑身发寒，嘴唇哆嗦。我摆摊多年，遇到过不少坏事，也曾经被无赖打过，但从未如此害怕过。带头的机车男恶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，我的血瞬间就溢了出来，两眼发黑，嘴里全是血腥味。几人这才满意，丢下我轰鸣而去。我的摊档乱成一团，所有东西都碎了，小车也被砸坏了，无人敢靠近。我站不稳，趴在地上直喘粗气，血液和泪水齐流。这一瞬间，恐惧和无助贯穿大脑，让我全身颤抖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原来我并不坚强啊，我孤身一人走了很长的路了。以前为了给收养我的奶奶治病，我放弃了重点高中，出来打工，一直走到现在。我遇到了陆枫，又被他背叛，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啊，一个人摆着摊，被打得满脸血，爬都爬不起来，头晕目眩，全身发抖，好痛！远处好像有人跑过来了，我那晚就是在这附近发现他的，要不是溜车了，不会放他走的。奇了怪了，怎么就找不着了呢？一个大叔在挠头，带着一对雍容华贵的中年夫妇沿着东江小跑过来。那大叔好眼熟，在哪里见过呢？意识开始模糊，我闭上了眼睛，随后听见大叔大吼一声：“在哪？这是咋了？”昏迷前有温暖的怀抱搂着我，有急切的轻声细语安抚我：“姑娘别怕，那像，太像了。”这眉眼这嘴唇简直跟我一模一样。我是在医院醒来的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医生正恭恭敬敬地对床边的人汇报情况。周先生，这位小姐伤情稳定，我院会密切关注，至于亲子鉴定也在加急处理，预计今日内出结果。我眨眨眼，看着天花板有点发呆。旁边的妇人发现我醒了，竟一下子哭出声：“醒了醒了，孩子你没事吧？”我扭头看她，不认识，但她真的好有气质，像古代的皇后，母仪天下那种。他身上的着装一看就是大牌，可惜我不认得牌子，我顶多认识个 LV。他身旁还站着一个国字脸中年人，挺拔威武，不怒自威，简简单单的休闲西装穿出了龙袍的感觉，像个皇上。我心里笑话我自己，是不是傻？怎么这么形容呢？什么皇后皇上的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小姑娘，你能说话吗？皇上问我了。我动了动喉咙，嘴巴里又涩又痛。那个德高望重的白大褂亲自给我倒了杯温水，我喝了一口，终于舒服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我结巴道。妇女捂住嘴，竟还在流泪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怎么了？小姑娘，我叫周正化，这位是我爱人邵海林。你好。中年人跟我握手，我跟他握着手，脑海里思绪转了一圈，突然大吃一惊。周正化，你不是首富吗？传说中的杭城首富周正化，我这个外来人都知道，毕竟周正化太出名了，就我平日里摆摊的那条街都是他的。哈哈，你认识我啊？周正化笑了一声，握着我的手不肯放开，目光也一直在我脸上流转，我有点尴尬了。邵海林赶紧打开周正化的手，亲昵地拍我肩膀：“孩子，不要怕，老周高兴坏了，所以一直看你。为什么高兴？”我一问，他们还没回答。一个医生急匆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鉴定单。老医生一把夺过看了2眼，惊喜道：“周先生，她果然是你女儿。”老医生一句话让周正化夫妇双双失态。邵海林嚎啕大哭，紧紧抱住我。周正化激动得发抖，转过身去擦泪。我也回过神来了，一时间呆住了。我是首富的女儿。我突然想起了货车司机，昨晚救我的大叔，就是他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我继续呆滞着，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，只是胸膛里有一股沉寂许多年的酸涩在酝酿，20多年的苦楚在一瞬间酝酿成型，眼泪便不知不觉下来了。我也有爸爸妈妈了，不知是苦涩还是委屈，我选择转过身去，不愿面对父母。他们惊慌失措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。女儿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邵海林哭成了泪人，想我转过头去看看。周正化好不容易稳住了情绪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只能打电话。电话打通，他杀气十足地询问：“找到打我女儿的人了吗？”周先生，那群年轻人很谨慎，连夜开摩托去外地了，我看是有预谋的作案，我们会逮住他们的。对面答话：“好，给我查清楚，我要知道是谁害我女儿。”我听明白了，周正化在帮我抓那5个机车男，他们的幕后主使其实是赵静吧。我张嘴想说话，周正化却先开口：“女儿，爸不善言辞，也知道要你马上接受我们不可能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等你出院了，我为你举办洗尘宴，请全城有头有脸的人来为你祝贺。”邵海林也插话：“女儿，你歇着吧，有什么需求直接跟妈妈说，妈妈什么都答应你。”他们完全不提我被打的事，也不问我具体情况，估计是担心我害怕，我就又这么躺下了。虽然尚未适应，但巨大的喜悦包围着我，我终于不是一个人了，真好。我住院的第2天，基本能走能跳了，就是嘴巴痛，主要的伤就是嘴巴和脸。我嫌病房里闷，索性出去走走，一路走到楼下的过道，迎面而来2个熟悉的人，陆枫和赵静，他俩手里还提着包装精美的礼物，一看就是值钱货。我愣了一下，眉头紧皱，心里既厌恶又愤怒。陆枫也看见了我，同样一愣，接着看向赵静。赵静目光闪烁，假意关心地朝我道：“许昭，你生病了？你下手挺重的，我得躺几天。”我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满眼厌恶。赵静见我说开了，怪模怪样的掩嘴笑：“不好意思喽，许昭，那几个人是我的车友，我也就跟他们提了一嘴，他们非要去教训你，哎，真是太过分了。”
嘻嘻，他有恃无恐，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行了，老婆，没必要跟他废话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。陆枫拉着赵静离开，他自始至终都不愿多看我一眼。急什么？周正化寻到女儿了，不是谣言吗？你爸说是真的就是真的啊。赵静还想羞辱我，不肯走。陆枫解释，我爸的生意就是背靠周总起来的，周总绝对寻回女儿了，我爸不会错。我们来打探一下，看看能不能结识周总的女儿。好吧，走走走。赵静只得离开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嘴角冷笑。陆枫，你挺会人情世故的啊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呢？我突然觉得陆枫这坨屎不仅臭不可闻，还可以任由我践踏了，就是容易脏了我的血，恶心人。我继续散心。傍晚时看见陆枫和赵静无功而返，他俩打探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打探出来，绝对是谣言。周正化可是首富，要是寻回女儿了，新闻早报道了。赵静皱紧眉头，抱怨连连。陆枫跟他说明厉害，老婆不要急，我现在的身份跟周总女儿的身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丢失多年的孩子，这一层身份要是利用好，我们家跟周家绝对天然亲近，益处多多，说不定还可以一起上媒体接受采访，甚至一起直播。陆枫兴奋起来，我们家虽说资产过亿，但跟周家比起来不值一提，人家可是首富，你想想，要是我们攀上了首富的金枝，这得多。他突然不说了，因为发现了我。许昭，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。他冷脸扫我。赵静也呵斥，你还在这里，是不是没钱治病，在这里等死？赵静很容易暴躁，因为他娇生惯养，从不干苦活，但今天他跟着陆枫跑上跑下，累了个半死，自然怨气极重，怨气重，他就要逮住我发泄。我倒是不会死，你快死了。我露齿一笑。赵静勃然大怒，你个卖柠檬茶的贱人，是要逼我收拾你吗？上次还不够狠是不是？够狠了姐。我嗤笑，别再来了。其实你抢走陆枫，我一点都不在乎，毕竟他只是一坨屎，我留在身边直犯恶心。但是你不该砸我的摊子，还将我打进医院，你这种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是要蹲大牢的。噗，蹲大牢，哈哈哈。他噗嗤笑出声，用一种很怜悯的眼神看我。许昭，你这种人真是悲哀，社会底层的穷人总寄希望于法律，试试呗，快去报警吧。我没说要报警啊，毕竟我有更好玩的手段收拾你。我也笑，感觉大小姐收拾人就是这么坏坏的。他鄙夷的摇头，收拾我？别装了，一个臭卖柠檬茶的，装得跟千金大小姐似的。怎么，首富是你爹啊？赵静压根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只是个社会底层的穷人。陆枫不耐烦开口，许昭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怨，但我们没空搭理你，你压根不知道上流社会有多忙。过2天我给你转一笔钱，你拿着回老家吧，这是我对你的最后情谊了。你要是再敢纠缠不休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陆枫变了，他变得很厉了，身家过亿后，他根本不屑好声好气的说话了，说白了，暴发户本质。我轻轻摇头。陆枫拉着赵静离开，哪里还愿意多跟我废话。我回到病房，邵海玲正好来了，她提着一盅鸡汤，满脸母爱的宠溺，要喂我喝。女儿，这是妈妈熬了一个早上的，妈妈喂你喝。我有点难为情，但还是喝了。她心满意足，眼神都没有离开过我。女儿，多喝点，快点好，等你出院了，爸妈为你举办洗尘宴，邀请全城有头有脸的人为你庆贺。邵海玲也提起了洗尘宴。我询问，那个你知道陆枫吗？他家会受邀吗？陆枫啊，本名陆清丽，走丢了姓氏倒是没变，他爸名叫陆全，早年跟我们家关系不错，生意往来密切。虽说现在陆全已经属于我们家的边缘合作伙伴了，但还是会邀请他的。邵海玲笑着，再说了，陆枫跟你一样，都是曾经流落在外的苦孩子，邀请他一家来参加你的洗尘宴，也是好事一桩。也就是说，我还会跟陆枫见面的，陆枫8成会带上赵静的。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呢。我出院那天，爸妈早早来迎接了，我被接去了周家的豪宅。这个豪宅的整体构造是中式园林布局，里面有庭院，有假山，有竹林，还有鳞次栉比的类似宫廷一样的屋子，我都看傻了。这就是首富的家吗？穷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想象出来，也不可能触碰到里面的一片马一捧泉。我之前在抖音上看到过，有个博主拥有一整个景区，里面的建筑景点全是他的家，他把景区当卧室，游客买票进景点其实就是进他家参观。我震惊了好几天，现在我又得震惊好几天了。富豪的人生简直不可思议。女儿，这就是你的家了，你先歇息一下，今晚去参加洗尘宴，在星月湾湖畔酒店举行。邵海玲拉着我的手，笑容满面。周正化停留了片刻就离开了，他要去准备洗尘宴的事。我在园林里逛了一个白天，竟然还没逛完，太多漂亮的地方了，一个竹林秋千就能让我荡半天。入夜过后，邵海玲接我出发，我坐在后排，看着头上的星空顶，一度感觉不真实，这车真漂亮。到了目的地后，我不由自主地拘谨了起来，因为这个星月湾湖畔酒店实在太奢华了，简直跟皇宫一样。一进大门，我就感觉在呼吸金钱的味道，里面的每一块砖都价值连城，往来的服务员个个帅气漂亮，放在外面都能当网红了。反观我，平平无奇，我难免紧张。多年来的贫穷生活让我对现在的情况有点无所适从。我跟邵海玲说想去厕所，她指了一个方向，就在那里，你去吧。妈妈给化妆师打电话，他们在路上了，我让他们快点来给你化妆。我嗯了一声，走去厕所，进去看了看镜中的自己，其实还算漂亮，只是常年摆摊，风吹雨淋的，看着有点沧桑了。而且我的发型着装都太朴素了，又是素面朝天的，
跟赵静那种人完全没法比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我跟他比作甚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拍拍脸，我深吸一口气，鼓励自己。许昭，你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，加油！加了油，我大步往外走去。结果撞到了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，定睛一看，赵静，她一袭红色礼服，盘着头发，戴着好几样漂亮的首饰，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我没猜错，陆枫果然带她来了，否则以她的背景，压根没资格参加我的洗尘宴。许昭真晦气。赵静一脸厌恶，赶紧拍了拍自己的红裙，生怕被我弄脏了。我也拍自己的衣服，嫌脏。她更加厌恶，肆意嘲讽：许昭，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当保洁是不是？不摆摊了？你要是乐意，可以来这里当保洁，我给你月薪8000，我相当大方。赵静气笑了：好好好，阴魂不散的柠檬妹，我真是佩服你，当保洁都当到湖畔酒店来了，有点本事啊。说着，他朝后面喊了一声：陆枫，你前女友来找你了。陆枫走近一看，眉头紧蹙，脸色冰冷。许昭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在医院纠缠我们，现在还来这里纠缠我们。我已经说了，会给你一笔钱的。你自作多情了，是你们一直在纠缠我，我可没说错。他们去医院试图找到我，来这里也是参加我的洗尘宴，可不就是他们纠缠我吗？闭嘴！我不管你来这里干什么，立刻给我滚！今天的宴席事关重大，不是你能来的。陆枫呵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臂，要将我拖走。我要是滚了，这个宴席也就散了。我冷哼，赵静瞬间爆笑，你说什么？哈哈哈，这臭保洁疯了，笑死我了！妈呀，高贵的保洁，难道你是首富的千金吗？我点头，陆枫也爆笑，然后更加用力地拽我，你真是疯了，给我滚出去！我抬手就是一巴掌，啪的一声，陆枫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捂着自己的脸。赵静也愣住了，眼珠子瞪得大大的。我揉了揉手臂，陆枫，你可没有资格碰我，注意你的脏手！你，陆枫脸色铁青，但硬生生忍住了，因为这个宴席容不得他放肆，他甚至不敢大声骂我。赵静怒极了，但也强迫自己冷静，他拉着陆枫离开。我们走，不要跟这个社会底层的疯子计较，他就是想激怒我们，让我们一起被赶出去。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两个大聪明离开了，我白赚了一巴掌，心情愉悦。原来打人这么爽，尤其是打渣男，太爽了。回到邵海玲身边，她诧异地看我，乖女，不紧张了？原来她早就看出我紧张了。我笑着摇头，不紧张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今天是独一无二的主角，每个人都是来恭贺我的，我为什么要在他们面前紧张？说得对，来，化妆去。今晚我女儿是全场最美的。我们去了独立化妆间，足足7个化妆师忙里忙外，把我当星空来点缀。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化妆品、礼服、高跟鞋。8点半的时候，我终于点缀完了。镜中的人光彩照人，高挑纤细，整个脸蛋白嫩细致，一双满是老茧的手也重归青葱。这就是化妆术的神奇之处啊！至于礼服、高跟鞋，我一窍不通，只觉得真漂亮，穿起来像个白天鹅一样。小姐底子太好了，我们化妆只是锦上添花。化妆师恭维。邵海玲乐呵呵点头。好好好，不愧是我女儿。这时周正化来了，她终于忙完了，见到我后，她愣住了，半晌才迟疑道：“这是我女儿，不是你女儿是谁？”邵海玲打了她一下，她哈哈大笑：“漂亮漂亮，幽宁，你太漂亮了。”我一怔，幽宁，这是你的本名？周幽宁。幽宁出自《诗经》，寓意一生温柔安静、善良美好、无坎坷之事，安宁幸福。周正化解释，有些感慨，好听，我很喜欢。如果我没有走丢，理应一生安宁幸福、温柔美好。当然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亦幽宁。9点整，我跟着爸妈一道走向了大厅。这里宴席盛大，人流密集，杭城上流社会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。伴随着司仪慷慨激昂的话语，我跟随爸妈出现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。大厅热浪翻涌，人人鼓掌。爸妈都发表了讲话，一度哽咽。我最后清清嗓子，落落大方地表达了对大家的感谢。洗尘宴就正式开始了，大家推杯换盏，吃喝言笑，一个又一个人上前来向我表达问候和祝贺。一些出了名的大人物还问我有没有男朋友，惹得周正化翻白眼。幽宁还小，谈什么男朋友？哈哈！大厅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，我也笑，心里有股暖流在激荡，这就是亲情啊！后来，一些恭恭敬敬的小老总也过来敬酒了，爸妈同样客客气气。我扫视了一下，看见了陆枫，他举着酒杯，正在仔细打量我，一脸惊疑。他身旁，赵静挽着他的手，也在看我。同样疑惑不已，显然他俩都觉得我眼熟，甚至声音都耳熟，但他们不敢确定我就是许昭，因为这太离谱了，像做梦一样离谱。在他们身前还有一对夫妇，是陆泉夫妇，他们在网上很火的。轮到他们后，陆泉热情洋溢地跟周正化打招呼：“周总，好久不见了，恭喜你寻回爱女。”周正化拍拍他肩膀：“陆泉，也恭喜你了，寻回了爱子。这位就是你儿子陆枫吧？”周正化打量陆枫，陆枫不由站直了，紧张地笑。周总好。周正化笑笑，扫了一眼赵静，赵静立刻自我介绍：“周总，我是陆枫的女朋友赵静，我爸是长江银行的经理，有办过您分公司的业务。”好好，周正化保持着客气，我在一旁微笑。陆枫和赵静都不由盯着我看，对视一眼后，双双敬酒。幽宁小姐，恭喜你回到父母身边。我不说话。陆枫跟赵静再次对视，有点不安。还是陆泉开口：“幽宁小姐，我儿子陆枫跟你经历很像，哎，
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，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孩子在外流浪。对，我最近打算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，专门帮助大家寻找丢失的亲人，不知幽宁小姐有什么见解？陆枫稳住神插话，好你个陆枫，这就想攀高枝了。要是我跟他一起成立基金会，以后他不就抱上大腿了？我爸妈都不着痕迹地皱了一下眉头，但没说什么，只是看我。赵静也看我，恭维道：幽宁小姐，我深知失去亲人的痛苦，陆枫曾经就很痛苦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陪他寻找亲生父母，如今终于如愿。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，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，这就是你当第三者的理由。我突然开口，赵静瞳孔一缩，哑了，仿佛个嘎嘎叫的鸭子被突然掐住了喉咙。陆枫激烈一抖，全身僵住了。这一刻，他们终于确认了，我就是许昭。附近围观的众人也愣住了，我爸妈诧异的看我，不太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。陆全茫然看我，又看赵静，赵静满头大汗，手脚发颤。真是你？不可能啊！他喃喃自语，惊得倒退了好几步。许昭。陆枫喉咙灌了铅一样，嘴唇不断的蠕动，屁话说不出两个。我优雅笑着，怎么了？不继续聊慈善基金会了吗？其实我很感兴趣，也愿意投入资金，大家一起为走失儿童回家助力。这话是真心的。但陆枫和赵静已经吓破了胆，抖如筛糠。陆全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沉声道：许昭，那个前女友。陆枫，你前女友是幽宁小姐？他震惊地看向陆枫。陆枫慌乱失措，嘴唇哆嗦不停。爸，她幽宁小姐，傻子都能看出她有多惊恐。陆全作为身家过亿的老板，哪能不懂？他也冒了冷汗，精明的眼珠子不断闪烁，最后拉着陆枫跟我们告辞。周总、邵夫人，还有幽宁小姐，我们家里还有事，先告辞了，改日再登门道歉，一定登门道歉。他没办法了，只能先走，改日再单独认错，否则今晚闹大了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他家惹了我。一家人慌忙离去，不敢停留。赵静一激灵，也跟着他们走。陆全回头拒绝：赵小姐，你是陆枫的朋友，可以留在这里，不必跟我们走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赵静不是他儿媳妇了，双方划清界限。赵静僵在原地，眼泪都吓出来了。我爸这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离开了。我妈则带我去了休息室，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一五一十说了。我妈气得够呛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可恨那个陆枫真是不知死活。还有赵静，竟敢找人打你，我饶不了他。话落，赵静竟然自己进来了。她一进来就颤颤巍巍地朝我弯腰：幽宁小姐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。赵静，我妈冷喝一声，吓得赵静双膝一软，扑通跪地：对不起，幽宁小姐，饶了我吧，我犯贱，我是小三，我该死，我该死啊！赵静开始抽自己耳光，狠狠地抽，抽得脸颊红肿，嘴角溢血。我端坐着，暗想韩剧真不是骗人的，吓坏了的有钱女人也是会抽自己耳光的。正抽着，我爸进来了，他看见赵静，脸色阴冷到了极点。我查到了，那几个机车男是你指使的，你敢伤我女儿？我爸一字一句，宛如尖刀，狠狠地割开赵静的心脏。赵静吓得半死，连忙甩锅：他们是我的车友，自己非要去帮我出气的，不是我叫的。闭嘴！我爸冷喝，然后朝我温柔地笑：幽宁，你跟妈妈去玩吧，这事我会处理。我听话，跟着妈妈出去。赵静惊恐万状，压根不敢独自面对我爸，她跪着朝我挪来，痛哭流涕：幽宁小姐别走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陆枫该死，他不是人，我不爱他的，我只是图财，饶了我吧！我的腿被他抱住了，鼻涕眼泪抹了我一裤脚，真恶心！我用力踢开他，大步出门。赵静不知道要面临什么，但第二天他瑟瑟发抖地被送去了派出所。看，我爸不是黑社会，是讲法律的好人。赵静属于寻衅滋事罪的共同犯，情节恶劣，破坏社会秩序，应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好好蹲着吧。至于陆枫那边，一夜变天。虽然陆全一直道歉求情，但没有用，他家的生意全废了。这下真成一般家庭了。数日后，我在万达逛街，陆枫突然用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来了短信，让我去咖啡厅见他一面。我想看他到底耍什么花招。进去一看，陆枫西装革履，神色疲惫地坐在靠窗位置。我走过去坐下，昭昭。陆枫伸手来拉我，眼眶红了。我警告他，我叫周幽宁，不叫昭昭。陆枫嘴唇动了动，近乎哀求道：昭昭，我错了，我想了很多，我罪该万死，我求你原谅我。我们相爱了5年，5年啊，我求你了，回到我身边吧。他打感情牌了，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还是那句话，这种男人的脑构造到底是啥样的？为何能如此脑残？我摇摇头，随即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我好不容易来到了山巅，总不能回到臭水沟里吧？这是他对我说过的话。我原封不动地奉还。陆枫一僵，仿佛被抽走了灵魂一般，瘫坐在椅子上。我的新生活开始了，千金大小姐美美的生活，简直不要太好。旅游、购物、健身、弹琴、画画，我喜欢的东西全都体验一番。我开朗的跟个大马哈鱼一样。当然，我没有忘记以前当孤儿的苦。我利用我爸的人脉，创立了宝贝回家天使慈善基金会，帮了近2000个家庭圆梦团圆，未来将继续扩大规模，帮助更多的孩子和家庭。总之，人生太有意义了。在此期间，我还听说了陆枫的情况，他家彻底破产了，没有谁还敢跟他家做生意。好在陆枫是个网络红人，他就每天直播带货，无下限的圈钱，这也导致他的风评扭转，遭到了无数人的攻击。最终
他跟我的是被曝光了。我查了一下，发现是我以前的房东曝光的，就是那个苦口婆心要将他那拥有3套商铺的侄子介绍给我的房东。房东录视频骂陆枫，这个陆枫以前是我的租客，租了5年，有个卖柠檬茶的女友叫许昭，许昭漂亮又勤快，每天卖柠檬茶到半夜。我看着都心疼，陆枫发财了，理应带许昭一起享福的，结果呢，竟然直接抛弃许昭，跟别人在一起了，真是渣男，恶心人。我侄子知道后3天3夜吃不下饭，不明白自己输在了哪里。如果许昭看见了，请联系我，我侄子一直在等你。这个视频一出，全网沸腾，人人都心疼许昭，痛骂陆枫，陆枫压根顶不住，加上家庭压力巨大，他人都抑郁了，直播带货自然也熄火了。一场闹剧结束，泼天的富贵就此流走。最后一次见陆枫，他蹲在万达咖啡厅外面，头发乱糟糟，精神萎靡，时不时看一眼咖啡厅里面。附近的人说他逗留了半个月了，似乎在找人。他找我呢，我难得去一次咖啡厅就被他逮住了。他隔着玻璃朝我比划手势，狼狈又落魄，想说些什么。我抓紧防狼喷雾，走出去看他。他见到我肯出去，眼泪就下来了。昭昭，我家散了，我害了父母，害得他们破产。陆枫吸着鼻子，邋里邋遢。我不说话，他苦涩无比。我没脸留在这里了，我要回老家县城了。我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，要跟我一起回老家买房，我们平平淡淡过一生，这是你的遗言吗？我面无表情，他眼泪不停地流。对不起昭昭，是我背叛了你，如果能重来，我一定会坚定地拉着你的手，带你回家。我会告诉所有人，你是我的总裁夫人，然后你就可以当周家的金龟婿，从一般家庭的继承人化身超级家庭的继承人，对不对？我揭穿了他的心思，他脸颊一阵抖动，竟无言以对。我呵呵一笑，若我还是那个许昭，你就算重来1万次也不会选我，但我是周幽宁了，所以你渴望重来一次，然后坚定地选我。我呸，嘴唇一张一合，我呸完就走。陆枫失魂落魄，呆呆地目送我远去，我头都不回，因为我不是卖柠檬茶的许昭了，我是周幽宁，大步向前走的周幽宁。